乾隆年间啊，苏州紫阳观出了一个测字大师，叫做范师行，也是测无不中，名声远播。他有一个规矩呢，就是每天赚到600个铜板啊，随即就关门谢客了。当时有个官兵从竹篓里随手就拈到一个棋字呢，就想问他，我这辈子到底会过得怎么样呢？范师行就说道啊，棋有围棋、象棋，若是围棋的话，自然是越下到后面棋子越多；若是象棋的话，越下到后面呢，棋子越少。你现在所拈到的是棋字啊，不是石字旁，而是木字旁，所以是象棋的棋字，而非是围棋的棋。恐怕家人中啊，人口日益凋零啊。而官兵就当时有些懵啊，他就说家里亲人确实凋零殆尽啊，自己都快成孤家寡人了。不过人有生老病死呢，谁家里不是人口越来越少呢？所以他当时就说道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不过都是此前的事了。我想问的是，我自己日后如何呢？而范师行呢，当时一笑道就说啊，看你的装束啊，应该是军中行伍，正应了象棋里面的卒这个棋字。卒没过河呢，只能往前走一步，不过若过河之后呢，横竖都可以走。如此来说啊，你不适合啊待在家乡，需要外出方可得知。不过卒子即便过了河呢，也只能走一步，所以呢，你即便外出呢，即便有所小成啊，也不会是什么太大的成就。那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啊，真的是让人惊叹，命运真的是有定数吗？没想到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文字啊，可以有强大的表达力和这么多的内涵。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古代测字。以下的故事啊，非常玄幻，大家不要太当真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那测字呢，也叫拆字、破字、象字啊，是一种古老的预测之术。字有其起源，事有其前兆，从字的笔画、结构、字形、字义等方面进行推论呢，从而衍生出一种解决的方法。那么一般的江湖术士啊，都会预先准备好一段话，然后将其分解背下来，用来回答问问题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话术嘛。但是真正的测字高手呢，他们都是随机应变、洞悉变化、看透玄机的，言无不中啊，才能够掌握其中的奥妙。古往今来呢，能做到这一点的呀，不过寥寥数人而已。在宋朝呢，则有谢石；在明朝呢，则有张晨查；在清朝则有范师行。所以宋朝有个著名的测字先生呢，他的名就叫做谢石，他是来自四川成都。他测字灵验呢，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被称为活仙人。当时宋朝的宋徽宗啊、宋高宗都曾经请他测过字，对他的识字之术啊赞叹不已。宣和年间呢，谢石到了北宋啊首都的汴梁，在街上摆设了一个测字的摊位。测字的人随便在上面写了个字呢，他就帮着分析这个字的含义，全都测中。很多官员来测过字啊，都是不虚此行，对谢石的测字赞不绝口。谢石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京城，就连宋徽宗呢也听过他的名字。而宋徽宗当时对他呢才能呢是将信将疑，命人呢将自己写的朝字呢也让这个谢石推算一番。当谢石看到朝字的时啊，谢石当即立刻就跪下叩首。送信的人当时一头雾水啊，谢石就对他说，这不是你的手书，我的本事有限，本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来我名声大噪呢，就是因为这个字，之后呢也会被发配到遥远的地方，也是因为这个他。至于为什么他说我不敢说。那名送信的男子当时大吃一惊呢，就看着谢石呢说道，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别怕。而谢石双手抱拳就说道，朝字是10月10日，正是当今天子的生日，除了皇帝陛下，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一席话说的周围人当时都呆住了，送字的人赶紧就回来把测字的经过一五一十的禀报给了宋徽宗。而宋徽宗得知此事之后呢，大喜过望，马上就把谢石叫来。宋徽宗呢就让这个宫中的侍卫和妃子们纷纷都写下自己想测的字，让谢石帮他们推算。而谢石按照他们的字迹呢，将他们的命运一一都对应。宋徽宗就对他赞不绝口，还赏赐了大量的钱财，甚至还封了他一个名为丞相郎的官职。谢石从此呢就在这个京城中声名鹤起了，每日都是人满为患。有一位大臣呢，夫人怀孕13个月，居然还没有生下来。听闻谢石之名，便要去要求找他给测一测。因为有孕在身呢，不能外出便写了个野字呢，交给自己的丈夫让丈夫呢找到谢石去测。当时谢石周围有不少人那个官员将野字交给他的时候呢，谢石细细的端详便对身前的这个文官问道此字是你妻子所作？大臣就觉得奇怪，何以见得呢？谢石笑道说，焉哉乎也这些是语言中的助词，一看就是大人的贤内助所写。而大臣一想好像也是这么回事他刚点头谢石就问道，你今年31岁了？
大臣点了点头，有些不解，说你怎么知道的？谢石就指着纸上的字说道，因为野字啊，上面是30，下面是一个一字。而大人在朝中做官，是否想谋求升迁，却一直无法办到呢？大臣瞪大了眼睛啊，连忙点点头。他说：“是的呀，正在为此事发愁呢，请先生给我仔细说说。”而谢石对大臣就说：“啊，你瞧这个字啊，加3点水就是池字，有马呢也是池，但是现在呢，池子里没有水，地上也没有马，这让他们如何迁移呢？所以从这个字上啊，就可以看出啊，你妻子的父母呢，他的哥哥还有他的亲戚呢，都已经死了。因为野字呢，加人便是他字，可是现在呢，只见野字不见有人。还有你妻子是不是已经用光了所有的财产呢？野和土呢，也就是地，但是没有土字呀，自然也就没有地，也就没有了财产了。我说的对不对呢？”大臣连忙又点了点头啊，的确如先生所说的那样。不过我想问的不是这些啊。大臣连忙说道啊，我老婆怀孕已经10个月了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孩子还不降生？我很担心这个。谢石忽然望向他呢，犹豫了一下，说道啊，夫人一直没有下胎，这里面有古怪。我本不想说啊，既然你这么一问呢，我就实话实说了。大臣连忙说啊，实话实说就好。而谢石说道啊，野字加虫呢，就是蛇字，你夫人所生的孩子呀是蛇精，不过他还没有出生啊。我学过一些术，可以帮大人用药把它打下来。大人到时候检查一下，就知道我所言一定不虚。用的药对人无害，也不会有太大的痛苦。此时的大臣啊，对谢石已深信不疑啊，便将他带到了府上。于是谢神就给大臣的妻子啊配了一副药。果然没一会儿呢，妻子就生下来几条小蛇，肚子呢也就慢慢的变得平坦了起来。其实这些蛇就是当时的肠道的寄生虫而已啊。那在京城中，所有人啊都将谢石看成了神人，不知道他施展的到底是何种神通。而谢石闻名两宋啊，在钱财所著的《说岳全传》中啊，也有他的身影。里面说有一日，宋高宗和秦桧啊微服出游临安，到了龙吟庵呢，就见到了一群人在谢石的面前测字。而宋高宗就看见谢石测字如此受欢迎啊，也有了想试试看的心思，于是便上前一步啊，在他身前坐下，请先生呀，给我也测一个字。谢石请宋高宗写一个字啊，宋高宗随意写了一个春字，递给了谢石。谢石一瞧啊，连连赞叹，这春字真好。常言道啊，春乃一年之始嘛，足下必非寻常之辈。况且万物皆春啊，包藏48节。不知道您要问什么？宋高宗就说啊，我想知道我人生到底会怎样。而谢石道，你这一辈子啊，大富大贵，富贵之极。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啊，你的春字呢，情头太重，压得下面啊，日字无光。所以您这一生啊，要远离姓秦的人，否则必受其害。而秦桧呢，当时就在旁边啊，听着谢石这样一说，眉头一皱，却说不出话来。宋高宗还把他叫了过来啊，让他也写一个字，让谢石来测。秦桧就勉强写了一个忧字，谢石就望着他啊，仔细端详道，这个忧字啊，虽然有泰山之吻，中间却有2个思字，双龙锁骨。纵然一时得意呢，日后啊要受人诟病，不如趁早退一步为好。而秦桧心里就大怒啊，表面上却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他当时就送了一些银子给他，嘴里说道领教了。回到府中之后呢，秦桧就让人悄悄去找谢石，准备想将他抓回来处置。而史书中就记载呢，谢石因为讽刺宋高宗影射秦桧啊，被秦桧贬低到荒芜之地。谢石受押前往贬地途中呢，忽然遇到一个女子，依山而立，手握招牌啊，象字。谢石自讨呢，天下尚有比我更会象字的人吗？于是他就写了一个谢字呢，让这个女子来象。女子就说啊，你不过是一术士。谢石就问，何以见得呢？女子说，谢字才言，中立深，不是术士又是什么呢？谢石连忙点头说，是的。又写了一个字，石字。女子说啊，此字甚非佳作，时逢皮为破，逢足为碎，与你同行者为一足，碎字已有，但不知此足何姓呢？押他的足自答道啊，我姓皮也。女子闻此呢，惨然对谢石道，哎，看样子你此去已无还期了。于是谢石叹气说道，天数已定，我已无法逃脱呀。在下也粗通象字，你也请写一字吧，我为你一象如何呢？女子说，不必写了，我在此以为字，你象即可。而谢石道呢，人立山旁为仙字，你定是一位仙子了。女子笑而不答，转瞬之间呢，立刻消失不见了。后来谢石啊，果然死在了荒芜之地。张晨茶呢，也是测字的一代宗师，活跃于元末明初之际。他不为字体本身勾画所困，常望字深意，用象形之法来推测。浙江杭州有座拱北楼呢，始建于唐朝景福2年，
时任镇海节度使的钱镠呢，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城门，称为朝天门。至元朝呢，被改名为拱北楼，实则呢就是城门上的鼓楼啊。而在这里呢，可以登楼望远，钱塘江历历在目，风景无限好。明初洪武8年呢，浙江2位参知政事，一位姓刘，一位姓王呢，将这座楼改名为来远楼。揭牌换匾的时候呢，邀请了当时以天下名动的张承察前来观礼。结果张承察一到呢，就摇头叹道3日之内必有丧事。果然3天不到呢，那位姓刘的官员犯案落马，而那位姓王的官员呢，自己倒是没事，可是老母亲故去了。王姓官员大惊，赶忙就找到了张承察求解。张承察就说在繁体里那个来字呢，看着就像个丧字，而远繁体里那个远字里面的元字看着就是个哀字。来字的2点呢相续远字走底滂沱，都是泪如雨下之行也。所以王姓官员悚然一惊，赶忙请他改个名字。张承察沉思片刻就说那就叫做镇海楼吧。杭州朝天门镇海楼之名也沿用至今。此件事情呢是出自名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当中记载。当时有个叫做刘命熙的祖父抱病在床，他就写了一个疯字繁体的疯字呢求测字。而张承察见了，连忙就说道：“死矣，死矣。”而刘命熙忙问为什么呢？张承察就说疯字呢上半部分就像是山逢墓穴，里面2个疯字就像是坟墓上的树木，而下面的斗字呢就像是祭拜时的用品。征兆如此明显，除了死还有什么呢？还是速速回去料理后事吧。当晚呢，刘命熙的祖父就病故。当然人们都喜欢听好的所谓报喜不报忧嘛。刘命熙有个儿子叫做刘长兴，虽然知道张承察呢只是就事论事，却总觉得被他报了个丧，心里过不去。后面他就专门去找这个张承察测字，却偏偏故意不说自己想测什么事情，也不写个字，只是让张承察猜，并扬言道就是让你猜，你猜中了才算有本事。张承察知道此人是来砸场子的呢，不过艺高人胆大，他浑然不惧呢，只是道我就是个测字的，必然要有个字才可以。刘长兴见旁边的这个张承察的儿子正在抄写千字文，正抄到得见名利一句于是随手一指道：“就这个得字吧。”张承察道得字旁边是双立人，乃行人也。你是惦记着一个远方的来客吧？想着他什么时候来？刘长兴吃了一惊真有这么神奇当即道：“不错，是又如何？那你知道他哪天来吗？”张承察就道得字上面是10字加个4字，从今天算起应该14天必到。刘长兴看到张承察说的斩钉截铁心头已经半信半疑你凭什么说的这么准时呢？我那个朋友自己恐怕都没有这个谱，又或者他那边事情繁忙根本来不了呢？张承察当时呵呵一笑说：“你放心，他一定会来。得字下面是一个一字，再加个心字，所谓一心要来。”后面果然如此至此呢，刘长兴对张承察心服口服，还为他四处宣扬。那最后一个故事就是乾隆年间呢，苏州的紫阳观出了一个测字大师叫范世行，也是测无不中，名声远播。有一日呢，一个人来找他，拈到一个义字，范世行就问道：“今年几岁啊？”那人告知之后呢，范世行说：“那你生肖肯定属羊了。义字繁体从羊从我，可惜呢，却只有一个羊属于我，也就是说，你将孤独终老，命中连个老婆都没有。”还有一个妇人自己写了一个疯字，想问肚子里面是男是女。范世行道繁体疯呢，把中间的虫移到右边呢，就跟悔字很像。诗经里面说为悔为蛇，女子之祥，你肚子里必定是个女孩。其后果不其然，以上范世行的事件是清朝的学者于越的《右管仙台笔记》中记载的事件。由此可见呢，中国古代的测字深入挖掘了测字术的历史源流，探索其判断吉凶祸福的模式以及活动的轨迹，揭开了古代测字术的神秘面纱。对于现代人来说有的人可能会笼统的把测字术等同于迷信，其实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是中华文明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而已。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别忘了宇哥与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一期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